今年上手用过的50把键盘从夯到拉，直接开始。视频中提到的产品基本上已经超过市面上70%的键盘了，没提到的要不然就是太垃圾，要不然就是我没用过，没什么参考意义。那么首先大配列 NPC 级别，高斯 ES101、LOB B98、狼图 T98、威胁人 V98、V3，这类产品一般会有1到2个闪光点吸引用户，但其他地方的表现相对一般，或者单纯就是我觉得有点小贵。如果你们叠券能减价50以上，那还是可以考虑入手的。高斯 ES101这把键盘500块钱，说实话主要看你在不在乎屏幕旋钮，大配列铝头陀加上静音轴加上屏幕旋钮，还有性价比的好像也就这一家。但是 ES101的外壳阳极工艺我只能说很一般，而且它的接收器没有刻字，我设备一多就很难分辨键盘的接收器是哪个。你要是能接受这2个缺点的话，那它还是挺不错的。LOB B98这把键盘主打的是一个后焦位注速，右上角的轴体可以更换成旋钮，但6300毫安时电池稍微有点拉了。大家现在基本上都是8000往上，而且300左右的价格，再加点可以上铝头陀了。想要键盘刚性的话，完全没必要纠结胶头陀。当然，如果基础款能200以内拿下的话，那其实还挺香的。狼图 T98这把键盘主要是定价确实低，之前99块钱大配机械键盘，现在虽然涨价，价格到了119，但叠个券还是能做到99拿下，价格和一些薄膜键盘的价格差不多，但它的优势我说实话也就只有便宜了。这款键盘的注塑工艺比较差，外壳摸起来会有油腻的感觉，而且顶配的外壳也是一样的。如果有哥们想买的话，我是建议买基础款的版本就 OK。威胁人 V98、V3 买这把键盘应该都是断落轴用户，单纯就想买极地弧轴的版本，就是喜欢那种清脆的声音。但 V3 和 V2 比起来，就是电池升级到1万毫安时，填充升级成了5层消音填充，加上支持网页驱动外，其他的没做什么太大改变。2年之前确实是卷王之王，但现在基础款也要260的价格，性价比就一般般了。那么接下来人上人，灵豹 K98、高斯 3108T Pro、达尔优 Core 98、机械师 KJ98，这几个就属于是可能有一点小毛病，但无伤大雅。某些地方的优势在它这个价位还是非常明显。首先，灵豹 K98这把确实是价格一直很坚挺，基础款一直都是149。虽然说基础款的轴体手感很一般，但人家一直都给了穷哥们一个3模机械轴的选择，整体的套件素质也不差。它的 IP 款花型轴279，1万毫安时电池，主要是轻压力短键程轴体，加上那个 SAC 高度的球帽，就单手感而言，我个人主观评价是可以给到它夯的，就是可惜驱动还是勾版驱动稍微差点意思，而且模具也是公模，有些哥们比较在意这一点，我就放到人上人了。不过大配列说实话，除非设置红，不然也不是很需要驱动啊。高斯 3108T Pro 纯办公键盘啊，主要是这把键盘的静音红轴手感算是我用过最好的那一批了，手感不是很肉，并且还带一个屏幕旋钮，价格也合适，主要108这种全配列现在没几个厂商在做，290能有个静音红轴的全配列键盘，我还是比较知足的。达尔优 Core 98少见的大配列光污染键盘，并且是自己原创的模具，相较于其他的98配列键盘，外观设计这一块 Core 98确实是挺有活的。但是369的价格小贵，不过也能理解，毕竟不用公模，成本确实下不来。你自己想做个模具，开模费就得6位数起步了，还不算设计成本之类的。机械师 KJ98右上角的操作台我还挺喜欢用的，非常方便，手感也还不错，前后20毫米，电池也是5000到1万毫安时。作为大配列机械键盘，它是合格的。某东国补后179起的价格也还可以，就是壳子稍微有点软，放在人上人这一栏。那么接下来顶级惠普 G198、青龙 4.0、元气方糖的 Work 100、潜行者 X98，这几个基本上都是所属价位段没什么缺点的存在，基本上都是非常均衡，又或者带点新技术。惠普 G198这个其实也是索爱狼蛛的母公司那边在管，相较于 GT87，我感觉 GT98这个设计就没有那么好看，但架不住它的堆料实在是太足了。7层消音填充12000毫安时电池，网页驱动，并且还是自己原创的模具。除了现在部分键盘在卷的98配列双 8K 回报率之外其他基本上该有的都有。反正300价位段以下，这个就纯素质而言，你很难找到一个堆料比它还猛的机械键盘。青龙 4.0虽然壳子还是那个壳子，有点偏中老年了，但这一次出的新配色还挺年轻化的，并且终于是上到了8000毫安时电池，双 8K 回报率，搭配 SKN 的低光耗方案，就游戏性能这一块也非常不错。虽然壳子老，但是内胆性 SKN 青龙的沉浸定位板是我用过最软弹的一个，手感这一块也是非常的顶，350这个价位，这个质量，我觉得给个顶级不过分。元气方糖的 Work 100、399的大配列矮轴键盘，说实话真挺有性价比的，伴侣的设计质感也 OK， 手感也还不错。但是我手上这一把上盖和底壳之间有一点公差我不知道它这个情况是普遍还是个例，但结合400价位伴侣矮轴大配列键盘，性价比这一块还是很顶的，尤其是对于经常换地方办公的出差党而言。潜行者的 X98依旧是后发优势，12000毫安时电池，双 8K 回报率，还有音量触控条，目前塑料机械键盘堆料的顶尖水平了。399价位这个质量和青龙 4.0一档，我还是更期待潜行者液压感磁柔和那个包包键盘，这个就纯量大管保系列。接下来夯这种属于是这个价位非班必选的存在其实就手感而言，灵豹 Q98的 IP 画型轴版本放到270这个价位，对我来说也算是非班必选，但可惜驱动这一块确实是需要再改进一下。雷奥波格的 Hi98 Pro 和 ROG 的游侠2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夯的。雷奥波格 Hi98 Pro 大配列铝壳键盘最性价比的一级，国补后254
94就能拿下全铝合金大配列机械键盘，并且还支持3模，还是有点太香了。如果你在乎续航的话，个人建议还是买8000毫安时电池的版本，也就300块钱，这个价格甚至比很多所谓的胶头都便宜。并且外壳的喷涂工艺放在1000这个价位确实有点一般，但放在300这个价位，只要安全下车，那完全就是夯的毋庸置疑。ROG 游侠2御三家里面最值得买的大配键盘，不过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这把不算机械，它是 RX 光轴蓝轴的版本 ，IP5烯防水防尘加上光学机械轴体。说个比较搞的事情，我一直觉得 ROG 的光轴包括磁轴手感都要比 ROG 自己做的机械轴手感要好。多的不说啊，不到800块钱，败家之眼的大配键盘光轴的手感还非常奇特，而且是手感很好的那种奇特。就是可惜光轴专利不在 ROG 这边，不然还能做个可调 RT 精度。但这款相对来说，对于那些只买大牌的用户，产品力确实夯到爆炸。薄膜键盘一直有观众在问，但是我用的确实比较少，这里就推个前行者的 V102，80块钱，手感类似于3年前的老黑轴的手感，素质还不错，加上薄膜键盘自带低延迟和静音办公属性，给个顶尖嘛。87配列机械键盘这2年也算是兵家必争之地了，各家主力产品基本上都上了双 8K 回报率或者开了更好看的模具。之前一直在推的性价比很不错的灵豹 K98和高斯 3087T Pro， 这2个月经过各个品牌惨无人道的内卷过后，现在就只剩下性价比还不错，归为 NPC 一档。但怎么说呢，灵豹家的产品性价比这一块确实是一直没有忘了穷哥们儿。基础款一直都是150块钱，你也很难找到这个价位各方面素质都合格的产品。高斯 3087T Pro 也差不多，补贴完之后143，再加上还是有挺多朋友吃这道屏幕旋钮设计的，但是它这个旋钮的手感我得吐槽一下，就这把键盘的屏幕它是做了一个斜倾的设计，所以有一小半旋钮它是设计在屏幕里边的，调节的时候手感确实一般，其他都没什么毛病。个人建议，如果你是看重静音打字的话，还是可以试试这个。那么人上人就来到了惠普的 GT87、SKN 青龙87，还有 WOB 的极光80。惠普的 GT87算是今年的新模具，刚出的时候还是挺有意思的，尤其是它这个金属名牌很有质感。2.4G 接收器藏在名牌下的小巧思，既方便还美观。配置上也拉得很满，顶配12000毫安时电池，7层填充，还带网页驱动，并且顶配也不到300的价格，性价比这一块还是拉得很满。如果有双 8K 的话，再加点钱我也愿意给它个顶级，可惜没有做。SKN 青龙87 87配的第一个做双 8K 回报率、网页驱动还带 SOCD 功能的机械键盘，就是可惜电池太小了一点，才3500毫安时电池。我一直搞得不是很懂，就是可创那边即便降价也不愿意把这个电池容量往上拉一拉，有的时候真的还挺迷的。但就现在219的价格，你要说它不好吧，我觉得还是太有性价比。TMO 极光80外壳阳氧化处理的很好的87配列全铝键盘，价格上会有一点小贵，400块钱无灯4000毫安时电池，个人还是建议上479以上的版本。那么极光80主要还是背板和外壳的处理部分做的确实很优秀，不过可惜出的时间比较早，没有赶上双 8K 的热潮，所以放到人上人我觉得就刚刚好。那么前者的 X87、爱手段 F187V2 这2个是我觉得市面上比较顶级的量产87配列机械键盘。前者 X87主要是版本太多了，虽然是公模，但是全价位覆盖，有磁轴、端路磁轴、双 8K 机械轴和普通机械轴，价格也是从100到400不等。除了模具是公模之外，轴体包括内胆填充基本上都是拉得很满，包括键帽的更新迭代速度也很快，给个顶级我觉得完全没什么毛病。爱手段 F187V2 出厂直接给你 WSD 常用键换成磁轴，其他的整张机械轴真正做到了磁轴键盘和机械键盘的有机结合。之前其实也有磁轴混搭机械轴的键盘出现，但他们根本就不认真，还要自己换轴，不像爱手这把出厂给你全部调好了，到手直接用，并且顶配国补才不到300的价格。需要注意一点的是 MC 版本才有混搭，我觉得 F187V2 是可以排到顶级往上一点半步夯这个位置。狼蛛的 F87 Pro V2 双 8K 回报率、网页驱动、360度环绕灯带、12000毫安时电池、点阵屏以及自定义按键功能，并且还是新的4模，定位板也上了银色碳纤维定位板。就纯种机械键盘而言，我感觉这把键盘在300价位段真没什么对手了吧，并且还有静音轴的版本可供选择，颜值也 OK， 87配列确实夯啊。那么来到小配列机械键盘，小配列键盘今年用的确实不少，大部分都还不错。NPC 的话，狼图 LT75 Pro、Lumiki 的75V2，狼图 LT75 Pro 291起的价格给到4000毫安时电池，还是有点太贵了。这边建议是买311马卡龙轴10000毫安时电池的版本。那么这款主要的优势是屏幕旋钮还有7层条填充，键盘的打字音还不错。但有一说一，这款键盘300起的价格放在去年的话还可以，但放在今年真的就没什么性价比，而且它的边框做的太宽，没有那种小配列键盘的精致感。综合来看还是比较 NPC 的。Lumiki 75V2 它这个牌子在海外卖的很好，但海外那套定价放在国内就很挑受众了。像这把键盘1000块钱还是主打简约的设计，主要的优点还是它手感一致性很好，但1000块钱还是无光有限，想要3模还得再加200啊！我就觉得这个客户群体确实是有点小众啊。当然如果你是客制化玩家，那就当我没说。那么人上人，雷奥伯格的 AMG65、狼蛛的 Nova 75、可创的 Z7 Max、雷蛇的朱黄 V4 无线专业版。首先雷奥伯格 AMG65 主要还是没上铝壳，不太雷奥伯格。点阵屏刚入手的时候挺有意思的，就图个新鲜感。除了等高线的版本有点丑之外，其他几个我都觉得挺好看的，手感和对
料也还不错，就是壳子有点软，给个人上人不过分啊。狼中诺275这把键盘其实我用的时间还蛮长的，因为它的手感和续航还可以，并且后交位注速真的很耐造，堆料也是锻碳、碳纤维、完是屏幕旋钮，说实话成本真的不低，配合300左右这个价格还挺有性价比的，但是设计比较一般，昂贵的材料没有展现高级的质感，属于是有点可惜了。总的来说无功无过，但看在堆料足的份上，还是给个人上人。可创 ZG Max 怎么说呢？全铝矮轴500价位出头，性价比这一块确实有了，但是设计和质感真的一般般，属于适合狼蛛诺瓦75做一桌啊。412电池在矮轴键盘里面也算是矮个挑高个。总的来说无功无过，闪光点就是500价位全铝矮轴，性价比这一块确实还是可以。雷蛇朱黄 V4 无线专业版1000多块钱，有线 8K 无线 4K 放到去年确实很牛逼，加上伴侣的设计以及雷蛇的氛围灯带，还带个 OLED 屏幕，其实本来给个顶尖是没什么问题的，主要是朱黄 V4 的沉轴手感还是有点太抽象了。我只能说雷蛇今年的鼠标和耳机都很猛，但是键盘手感这一块提升空间还是很大的好。其实还有个重力性油 K1 3D 流起伴侣的设计，上盖 CNC 镂空铝合金，质感这一块我说实话还挺不赖的，尤其是这个蓝色很清新的感觉，搭配这条有如萤火虫的氛围灯，其实本来想给它个顶级的，但是考虑到这种独特外形可能很多人都审美不来，所以就给个人上人与顶级之间嘛。如果你很喜欢这种外形，那可以把它放到半步夯的位置。接下来到顶级，科之 i7 52G VK75 PMO P75 WB Range 75 Newfit Kick 75和 AR75 V3 以及 ROG 的夜魔。科之 i75 新车款这一款伴侣的设计其实还挺戳我的，既美观还简约，价格也不贵，279 300不到，就是可惜电池小了点，只有3750毫安。如果你经常短期出差的话，这款其实也可以往上升半个档到半步夯这个位置。52G VK75 便宜的同时有自己的设计，就是手感太肉了一点，不然我作为资深老二次元肯定是给它夯的。技术管169，顶配也才254，主要是颜值这一块放在300价位段以下确实是相当不赖。不过相较于 VK75，我更在意52G CG 展上展示的全铝键盘，那个设计是真的夯。PMO P75 首发99元引流款能抢到就算夯，但可惜现在299起步，点阵屏石英灯1万毫安时电池带网页驱动，只能说喜欢 RGB 灯这把键盘确实很顶，而且质感确实也还可以。WB Range 75这个铝合金外壳的处理工艺还是很顶，不过3000块开关要拔开键帽才能调，还是有点太麻烦了。400到500价位喜欢铝壳的话，这款还是可以放到购物车的。你真要说迭代后的 Y575和它比有多好吗？这得看你是不是个喜欢折腾的人。此一快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也不太重要，因为很多人他不拆键盘，而且现在的键盘基本上到手不改也能用。Range 75的外观设计我个人是更喜欢一点，当然如果你喜欢拆键盘，那我觉得 Y575会更适合你一点。Newfit Kick 75像素设计我很喜欢，手感也挺不错，声音也比较静音，拿来办公非常不赖。但是通过上盖和轴体实现高矮轴切换真的很麻烦啊。然后就是电池太小了，2500毫安时电池真不够用。但由于它的设计确实很戳我，而且大部分时间我也是有线在使用，所以说给个顶级。Newfit L75 V3，如果你是个苹果用户的话，它是绝对能够排到顶级，甚至能排到夯。如果你不是，它也可以放到顶级这一栏，因为矮轴做的比 Newfit 好的键盘真不多。主要是 L75 V3 这把键盘质感很好，并且尺寸也合适。键盘放到 MacBook 的键盘区，只能说刚刚好，拿来出差办公的体验也是顶中顶。原价799，稍微有点小贵，不过我最近看某东到手价才679，就很香了。ROG 夜魔，我觉得这把键盘对于那些喜欢劝人键盘满改的工作室来说，这个应该算是夯中夯啊。毕竟是那种改装键盘工作室的销冠产品，客户都是为了点面子，改装的时候上点纯金键帽啊、黄金轴，有的时候看人家一把键盘10几万，我都在想他们的钱到底是怎么赚。正儿八经聊 ROG 夜魔这把键盘啊，有线无线双8K 有高率，伴侣的设计 OLED 小屏幕，4代的轴体手感一般，但还能接受，主要还是信仰加分。如果你有信仰的话，夜魔完全可以升一档来到夯，夜魔 X 可以再升一档，直接来到夯中夯。因为夜魔 X 的内部填充，包括轴体和键帽都做了升级，最主要的是支持网页驱动，终于可以远离卡的劈炮的奥创。就可惜手感上的提升空间还是挺大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跟上自家的磁轴或者光轴手感。夯的话，个人感觉就是雷奥伯格的嗨75，我都没什么理由在300以内不选嗨75，你知道吧？太便宜了，你让同行怎么活啊？不到200块钱的铝合金套件，不到300块钱的全铝合金键盘，说实话比一些贴牌厂的拿货价都便宜。价格这一块暴杀很多塑料键盘，性价比无庸置疑的夯爆。嗨75C 的话，它加了3模，但整体的铝材用料上稍微有点阉割，而且牛皮纸包装太 low 了。我还是比较推荐有线版本的嗨75，但说实话，即便是嗨75C 都这个价格了，我也不说这个价格炸了都花响啊，因为真炸了你也不开心。但确实是没什么缺点，铝合金键盘没有塑料键盘刚性太软的问题，灰幕轴的手感也 OK， 键帽的 PVD 含量也够，外壳的处理工艺也是合格往上的水平。只要你不碰到品控问题，这把键盘结合价格来说，确实是夯到没话说。久违的聊一下小故事吧。说实话，我感觉我们这个频道最近这段时间还是有点抽象。你像平常接点品宣推广，大家都其乐融融，偶尔整点自测的活，反倒有点吃力不讨好。就比如之前搞的那个耳机拆解，评论区我都没眼看，基本都是水军啊，混杂着少数几个支持我的哥们儿，这都还能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内。有些品牌方直接
接把我的视频举报下架了，这我也能理解，因为开头我就说了可能会被举报下架。但有一说一啊，我也是好的坏的都说了，耳机的内部做工差，那确实就是差。不过它的售后政策好，我在后边也会说这个售后政策是最好。他不能接受举报下架到这一步，我也还能理解能接受。但后面我就听说举报我视频的这个品牌，他问了一些博主，我这个耳机是从哪来的，是不是那些和他合作的博主借给我的？到这里我就开始有点不能理解啊！这里我声明一下，射手座这个耳机出来已经很久了，不是什么工程样机。这个耳机就是我自己京东买，单纯就是和朋友一起看了看618的耳机销量数据，觉得这个题材比较有趣，一时兴起吧。所以因为脉从的耳机拆坏了之后，我有一段云视听忘记录啊，狗操的脉从 V9 Pro 我还他妈买了2个。我觉得我作为消费者，产品有问题，我提出问题，你看到了之后就应该改一改，实在不行就下一代改一改，搞一个射手座 V2 嘛。某麦的态度和你们比起来都算是好的了，你的优点和强项我又不是没说，好不容易花一次钱，还让我输的这么彻底，多的我就不说了，回归正片啊。接下来磁热部分，磁热键盘说实话真的太卷了，不仅是性能，设计包括产品用料也都很卷，和机械键盘好像不是一个次元的东西。所以这边的话，我们聊到哪个说哪个。大耳优酷68用的是背银方案，左右两侧的灯箱和背板设计都挺好看的，手感相对一般，0.01毫米 RC 精度完全够用。不过200价位就颜值这一块确实是独一档，给它排个人上人与顶级之间嘛。AKKO Mod 68熔岩方案，首发噱头挺足，学高奢车企那套玩定制，但本质还是可以选择的搭配比较多，249就可以上铝壳，并且质感还不错。0.005毫米 RC 精度 ，Gasket 结构，手感也 OK。如果再加一点设计就更好了，就这个性价比给个顶级吧。UK68的话，纯粹是价格太不稳定了，镂空铝壳加上玻纤背板，400以内的价位还是能接受的。那400价位以上就有点小贵了，给个 NPC。莫斯 Mac68 152的新产方案，性价比这一块无需多言，手感也是能和400档磁热键盘打的，不过外壳公共塑料没有设计。但152的新产方案0.004毫米 RC 精度，也没那个钱去请设计师了，就性价比和手感而言，我觉得可以给个顶级啊。赛睿 Apex Pro TKL Gen3 作为磁热键盘的真正鼻祖，在磁热键盘大火的时候没跟上，最大的竞争力还是赛睿的驱动软件，键盘本体手感一般般的同时，也只支持0.1毫米的 RC 精度，再配合2000这个价位，说实话只能给个 NPC 了。蚂蚁电竞的 AGK68 作为最早搭载双子星方案的键盘，这把键盘真的可以说是量大管饱，因为从方案到外观设计再到轴体以及键帽，当时蚂蚁电竞就是什么最贵我就直接上什么，狗操的轻手万磁王轴一颗就敢卖13块钱，玩着蚂蚁电竞 OK 这个贵那就是好。铝合金外壳，氛围灯箱，魔导师的音量履带，业内第一把支持全键 ADC 直连键盘，甚至包括其他键盘没有的螺纹接口，我全部给你安排上，国补之后才卖你1100啊！但是可惜首发没国补，销量滑铁卢，主要是最早的那一波宣发是有国补的，但首发没上，很多人就等着后边上了国补再买。不过有一说一，这个堆料卖个1100，我觉得给个顶级与夯之间没什么毛病啊。雷蛇猎魂光珠 V3 专业版，说实话这把键盘光轴的声音与手感都挺稀碎的，主要是猎魂光珠的设计有点问题，轴体的回弹全靠钢丝来解决，所以正常键位也基本上都是钢丝音。但没法，猎魂光珠在职业赛场的占有率确实多，稳定性也确实高，所以综合来看还是给个人上人吧。ROG 魔导士啊，就一句话，目前依旧是磁柔最好的手感，外观设计我觉得也 OK， 就是性能确实是拉了一点，0.1毫米的 RT 可调虽然够用，但确实是0.01更好用。不过说实话，我用的时间最长的磁柔键盘还是魔导士，手感确实好。ROG 一魔导士的手感加上分体设计，并且终于有了 F 区，这一次也是终于上了0.01毫米 RC 精度，还有3模加持，给个顶级，我觉得完全不过分。就是2799这个价格也确实是太 ROG 了。如果左边单卖的话，我愿意给个行。狼蛛 Hero 68背银方案能缝又能堆，灯箱探定碳纤维侧板，加上还不错的手感，最主要是才200块钱，还是有点太超模了。年初刚出的时候真的算是杀死比赛，现在的话给个顶级也完全没什么毛病。狼蛛的 AJ60 基础款暖银色500档我觉得很顶啊，就它这个暖银配金的颜色，包括外观设计真的很有质感。像软硬手感的一键调节也有，但我说实话，这个设计其实主要还是噱头，没什么太大作用。顶配的那几款我反倒觉得观感不如基础款的暖银。540的基础款还支持0.001毫米 RT， 我甚至可以给到半步行，但是顶配我只能给个 NPC。综合来看，把它放在顶级吧。TMO 神罚68新产方案全铝外壳，外观演都不演了，直接抄的小蜜蜂。299的版本我觉得很顶，但299没货。369的版本性价比拉的也很爆，必然是新闪定制的方案，不过0.005毫米 RT， 说明定制给的米还是少了点。然后这把键盘的原装线差点意思，最好还是自己备线啊。不过产品这个价位只要不翻车还是很顶的，放顶级吧。IPI 极光这个得分批次，最早卖的那一批是新产终端方案，400价位，原创外观，全铝外壳，拉丝工艺，主要是设计真的很硬核，很好看，手感也好。在4月份的时候绝对算是夯啊，但是现在卖的全部换成背银方案了，而且铝壳磁柔键盘的竞争也比较激烈，我觉得还是可以给个半步
夯的。爱石头 MG68、MG75 这两款我只能说顶级升半格吧。MG68 全铝磁轴键盘基础价格一直在200左右，不是首发199哦，孩子们，是已经出了大半年了。我现在首发一看，补贴之后182.83，写文案写到一半的时候给我气笑了。当然我不是很推荐182的版本，黑红的配色不是很好看啊。这个198的白色版本香的可怕。顶配的话主要是新产方案0.01毫米安全度，还带 PCB 防水。很多人不懂这款产品性价比的含金量，我给你举个例子，双11 300档卖的最好的一把磁轴键盘，性能和这个比差点意思的同时，还是个塑料外壳，甚至卖的还比这个贵，我都不知道爱石头到底是怎么赚钱的。因为别的牌子和我说，他们首发铝壳卖200以内都是亏钱做首发。MG75 的话，主要是本身75配列的铝壳键盘就少，至于300价位段的75配的铝壳磁轴就更少了，并且 MG75 说句不夸张的话，手感以及性能在300价位段里至少超过95%的磁轴键盘，真正的平民好货，好吧。当然，个人感觉最值得买的还是 MG68。MG68 的话，我做主能直接给个夯啊。而 MG75 的外壳处理工艺就比较一般，但毕竟这个价格，给个半步夯我觉得也没问题。ATK 的 RS6 和 RS7V2 这两个我觉得都是可以放到顶级这一块，甚至可以往上调半格，实打实的原创。而且2025年 ATK 的产品力真的很屌，500到700，你注重性能以及外观设计的话，基本上都是闭眼入 RS6。RS7V2 的话，感觉没那么权威，但是你真要说800价位段的产品竞争力确实是有的，但确实也没那么明显。它的679的版本手感非常一般，但就那个外观设计来说，这两款设计语言差不多都挺帅的，但手感而言就稍微差点意思了。RS6 半步夯吧，RS7V2 就给个顶级的水平。Magic 的 Rear 67、Mate 68 Pro、Mate 68 Ultra EVA， 我觉得可以放到顶级。如果是之前活动价入手的话，那可以自己再往上升半格，主要是75折还是太权威了。而且送的那套键帽质量也确实不错，可以算是7折入手了，跟二手价格差不多了。抛开小蜜蜂的运营不谈，产品确实是好产品，好吧。如果不是模仿者太多，它的这个电气箱设计放到现在也不过时，包括性能以及延迟到现在也是最稳的，放到顶级吧。7080的话，作为一把新键盘确实很有意思，60赫兹非常跟手的 OLED 显示屏，外观设计包括名字里的小巧思也很多，比如 Scenery 7080中的 Scenery 是比邻星，3D 的圆形星系，还有很多影视游戏作品也大规模使用过。那么实际的外观设计确实也像个宇宙飞船，侧灯、顶灯的灯效也非常到位，并且延迟也是现阶段磁轴键盘里最低的一个。不过也有一些很抽象的地方，就比如它明明设计了可换结构，并且还送了螺丝刀以及更换配件，但键盘内部的排按设计让拆解和拼装都非常的麻烦。还有商品详情页说的无极旋钮其实有刻度，并非无极啊。不过售后这一块质保3年确实有点超模，综合来看给个半步夯嘛。重力星球的瓦75和 V60， 说实话之前一直觉得他们家的审美有点小众，特别是瓦75 ，V60 还好一点，最起码 V60 的设计相对内敛，而且金属漆的质感很高级。直到之前我朋友想淘个二手，从我那一堆键盘里边把瓦75挑出去的时候，我才明白，对于那些看对眼的人来说，这把键盘的含金量有多高，甚至还有仿生骨架当脚撑这种小巧思。手感上瓦75偏硬，我更喜欢 V60 的手感。虽然作为消费者来说，动不动就1000出头，这个价格确实小贵，但像这种铝合金套件，开个撕膜就得6位数起步了。所以为什么原创才能卖高价，才能走高端？因为那种把别人的外观设计拿来当工模使的，根本就没有开模费用，根本就不配卖高端啊！中力西雄这两款如果没有对上电模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放在人上人与顶级之间的。但基本上能买它的人都是能对上电波的，那最起码都是半步夯起步了。综合来看的话，放顶级吧。牛匪 A275HE 和 WH80， 说实话 A275HE 我到现在都觉得很好看，完事矮轴现在看也有那种低奢的感觉，并且 A275HE 的手感超过95%的磁轴和矮轴键盘，尤其是那套指尖文创的键帽真的很加分，我觉得半步夯啊。WH80， 键帽就差点意思，设计确实很有新意，也非常战斗风，续航也确实很屌，包括手感也很不赖。但怎么说呢，1400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不亲民了。能上国补的话就好不少，但可惜没上顶级和人上人之间嘛。Equinox EV63有一说一，铝厂老板算是其他键盘厂老板最羡慕的一个，因为本身好像就是家里做铝材批发的公子哥出来创业。这一款怎么说呢？他们家主打的是一个量大管饱，但量不是堆料，是磁通量。EV63的整体设计确实不是那种一眼惊艳的感觉，但你该说不说，做的确实简约，也没什么出错的地方。性能上还直接拉爆了 EC63， 以下犯上这一块给个顶级吧。P-Fox V1068玄武版，新展跃动的双子星 Pro 方案，搭载加达龙首款全泡沫轴体，双子星 Pro 的闪灯特效确实挺有意思，但是加达龙的这款玄武轴，说实话手感有点小肉。不过 V1068玄武版的价格也确实是挺不稳定的，1000以下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啊，能够给个顶级，1000以上
当的话，就排个人上人吧。最路的 X60 Ultra， 有一说一，虽然最路在性能这一块确实算不上顶尖，但是在做设计这一块下的功夫是真的多。这个外观确实能给人一眼惊艳的感觉，但相对的小毛病也不少，就比如前高22毫米，大键位的手感有点肉。就纯外观而言，我可以给到它半步行，但综合所有的体验来看，我觉得还是顶级降半格吧。V-Gen 闪电75这把键盘虽然说用的是公模，还他妈只有黑色一款配色，但这个是唯一一把量产键盘中我觉得黑金配色做的很有低奢格调的键盘啊，应该是做了纳米涂层的缘故，还有一个就是键帽的设计很搭这把键盘。双子星方案、太阳神万磁王轴加上快拆和可换结构，最主要是最近国补价才798，说实话可以把它从顶级往上抬半格。霓虹75的话，其实我更推荐186的基础款版本，酷似皇家级的霓虹灯带，再加上0.005毫米 R 清晰度，以及还不错的手感，不到200块钱，这把键盘我觉得还是挺值的，可以放到顶级这一块。但精灵轴手感就很一般，而且300价位段能选择的键盘太多了，就有点 NPC。综合来看，人上人吧。Zeno Y6 VCD-CN 官方指定键盘，严格意义上来说也算是企鹅做的键盘了。全外壳原创设计，性能拉爆，3芯片方案加上全件 ADC 直连，还是大厂出品，并且1年之内质量问题只换不修，价格也才1100多，毋庸置疑的夯好吧。阿斯顿 ZOS68 公母外壳，果然方案0.015毫米 R 精度，按键反馈有点硬，不过也能理解，毕竟是为了磁轴稳定性，1年也正常。但是它的这个金属旋钮是我目前用过手感最好的一个，并且没有之一啊。对旋钮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DP240顶配300块钱，给个顶尖嘛。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年度键盘合集的全部内容，依旧工作量拉满。如果对你有所帮助啊，请帮我点赞、收藏、加关注，拜托了，你的关注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毕竟 Get Game 里面就是这样的。视频看到这里，好感度已经拉满了，这个时候就应该点个关注，触发特殊 CG 了啊。那么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